七皇子虽然身在边戎，却一直记挂着公主你的身体。这些是七殿下派人准备的边陲特产，红藤果、桑寄生，都是对胎儿有益的吃食，特意让属下回京办事时带给公主。太医叮嘱过本公主，不要吃些来路不明的食物。公主府每日要处理的东西太多了，你就将这些东西原样抬回去吧。公主，这可是七殿下的心意啊！我孕中多思，你要真为我好，以后就不要来了。送客。属下告退。奴婢略懂一些药理，七殿下送来的确实都是些好东西，公主为何不愿意收下？我赵彻哥哥如今是我父皇还有13皇子的肘腋之患，我如今已经是13皇子的人，自然要跟他划清界限。去，把佳梦留下的香给我点上。是。李烨，你来了。你知道吗？我很快就是镇国公主了，我会比往日任何一个时刻都要更加尊贵。你不能给我们孩子的，我会加倍补偿给他。愿无面神赐予我力量，让大庸与燕北再战，让赵车必死于边疆。
是无面神同意了你的愿望。真的？是。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嘉梦已经开始在西蒙动作了。西蒙的土地和乌金矿都会属于你，到时候即便赵彻不死，父皇都不会再多看他一眼，你就会成为他心目中不二的皇位继承人。等我拿下西蒙以后，我就向父皇请奏，让他杀了赵彻，他不就是会打仗吗？到时候父皇再也不需要他了，大庸再也不需要他了。春姐姐，如果我当了太子，我就要你做镇国公主，我让所有人都匍匐在你脚下，仰望你的美，膜拜你，臣服你，好吗？这些大概是还留在青山院弟兄的名单。公子离开后，青山院处置过一批越位，有的兄弟为了活命想逃走，但是都被祖父和战大人处置掉了，对吧？一日是青山院的人，一生都是青山院的人，这是青山院的规矩。你们在那里做什么？你藏了什么？没什么。岳勇、岳增，这名单是什么？啊，这是公子给孩子取的名字。11。什么孩子？这是公子让我去查阅搜寻的一些名字，说是以后给你们的孩子做备选。岳11。胡说什么？公子，你别害羞，要是不跟楚大人说，就解释不清楚了。我怎么觉得怪怪的？这名单上面，可大部分都是男子的姓名。有女子名，你看，公子选中的女子名就是这个月桂。对，公子最满意的就是月桂这个名字。希望你们长长久久，早生贵子。11。我们出去走走。就是这棵树。月桂是这棵树的名字，不是孩子名。这种树在大庸和便唐都见不到，只有西蒙和更西边的大陆才能生长。别看它现在纤细，几年后，它就能将这院子全部遮住。夏日里可以纳凉，秋日里它会开花，月桂飘香。那等日后西蒙安定下来，我们有了闲余，便可以在这棵树下饮茶看花，吃脑瓜。你方才说月桂是这棵树的名字，那月勇、月增又是什么？不会真的是孩子名吧？你怎么了？我从未想过会与你有这样一日。
我破天荒的做了一盘点心，来，大家都快尝尝。怎么样，好吃吧？好吃，好吃。好吃，好吃。那个，楚大人，您第一次做糕点，难吃点儿，很正常啊。我这不是第一次做了，之前在青山院做给诸葛月的时候，也这样啊。你问他，好吃吧？好吃。是谷子的问题。不对，这谷子又酸又苦，怎么回事？最近听厨房说，西蒙的酸果树都染上了一种奇怪的疫病，所以宫里就没再收酸果了。这是最后一批，这么看来，这一批也不能要了。疫病？怎么了？前面的路堵住了，这些百姓都在往城中心聚集，说是讨什么圣水。看样子，咱们的马车一时半会儿过不去了。我们分头行动，你和萧然去城外的果林，我去那边看看出了什么事。你们看这些沙枣树，凡是感染疫病的，都通体腐烂。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还有这泥土的颜色，有点不太对劲。西蒙都为红土，可是你们看这土，有些发绿。前面应该是这片果林的水源，我们去前面看看。你们觉不觉得这些鸟兽死得很诡异？这河水明显被污染了，这好像是某种祭祀。哎，老伯，大叔，请问你们这是去领什么呀？当然是圣水了。圣水啊？什么是圣水？圣水是治病的灵药，只要我们虔诚信奉圣女，她就会给我们圣水。听说啊，还能治好沙果树的病呢。别说了，快走吧，晚了都没圣水了。楚大人，我去前面看看。别急，别急，快一点啊！看不见的。求求你，我也要，给我。谢谢。楚大人在找人。没什么，怎么样？好像是城外的沙果树得了怪病，这些圣水可以用来治病。我听那些百姓说，这个圣女是什么无面神选中的人，这个圣水也是无面神恩赐的。我知道了，这就是一种名为枯棘草的万能解药，能解很多常见的毒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果树林旁的水源被污染，这个药就是用来解水源里的毒的。所以那河水里被下了毒。应该是，
但大理不是什么要命的多，百姓也喝那河里的水都没有事，只有一些牲畜和果树才会中招。那无面神到底是什么？有人知道吗？无面神，哼！想当年，我王十二南境、西境，我都去开过墓，可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个没有脸的神呢？诸葛公子，出什么事了？燕北的人送来了拜帖，说燕王要来朝贺西蒙，现在人已经到了西蒙城外，明日就会进城来拜谒。恭贺西蒙王和西蒙王后新政，来的有些唐突，还请你们不要见怪。燕王远道而来，朝贺我与王后，自然没有见怪之理。只是燕王下次应该提前派人送来拜帖，我好和王后有所招待。不必了，我给西蒙王后带了些礼物。阿楚，这是燕北灰灰山山顶最高处的墨玉，由灰灰山底下的温泉几百年冲刷流动形成，可做应洗之用。我把它带来，是祝贺你，实现了你一直以来视奴止戈的心中所愿。这是燕北上好的白狐狸皮。燕北雪域部落驻守北戍，天气极寒，历来会用动物的皮毛做成皮袄取暖，但只有部落的首领才能用得上这白狐狸皮。西蒙寒冬漫长，可达5、6个月，这些皮毛够你用过几个冬天了。这是燕北的纱巾甲，看起来柔软，但可刀枪不入，非常适合阿叔你上战场用。这是燕北的血灵芝，可治百病，延年益寿。阿楚，还有一样礼物，我送到了西蒙的马场。阿楚，我答应过你，要带你去看回灰山的火雷马。这次我挑了50匹，都是燕北上好的。燕雪，你跟我来，我有事要跟你聊。燕雪，燕北还好吗？自然一切都好。龙吟关一战，燕北损失惨重，元气大伤。那里本就苦寒，这2年来，百姓疲于兵役，只怕再也承受不起任何的横征暴敛。你的国库情况不会有多好，再加上燕北惨败，损失的不仅是你燕巡的黑鹰军，还有从各个部落征剿上来的燕北军。现如今，燕北的各部落长老也会对你怨声载道，你稍有不慎，他们便会生出异心，是不是？你说的没错，所以我此行是想和西蒙结好。无论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，你应该都比我更清楚，燕北现在内忧外患，与西蒙结好是唯一且最好的出路。我曾经也把燕北当作自己的故乡，把你和燕北的百姓当作是自己的亲人。你若是还存在几分理智，就应该按照你说的话去做，其他的我们不要再谈。
他们竟然报了，这也太过分了！这不是欺负我们公子吗？燕雪，对不起，是我失态了。西门王，我与王后一时叙旧，多说了几句话，还望西门王莫要见怪。星儿，今日宫里修青石板路，不好走，我抱你回去。又报了，公子赢了。你吃醋了？我怕我的王后天经地义。你猜猜，燕洵为什么来西蒙？燕北和便塘一战损失惨重，原本燕北的统一就是靠燕洵强力维持的，如此一番折腾，只怕内政堪忧。再加上大庸这个外患，所以我想，他此番应该是想通过跟西蒙结好，缓解燕北的压力。这些我们想的一样，只是什么？燕洵的真实目的，应该没那么简单。两位客官，哎呦，哎，两位军爷，老样子，得嘞。哎，看了我的书了吗？怎么说，哥？又发现一处新矿坑，这黑河山以北，整个山脉都要封了，这可了不得。这下又少不了让咱们再忙活一阵子了。菜来喽！两位军，来给我。二位军爷，我和我的商队初来这里，本想着从黑河山穿过去，去往南境做茶叶生意，结果发现路被封了。恰巧听闻军爷说起此事，便来问问清楚。这钱是给二位军爷买酒水喝的，还请军爷指一条明路。姑娘，一看就不是本地人呢。这黑河山眼下正在开山采矿，大路肯定是走不通了。哎呀，这可难了。这黑河山不能走，我们绕路至少要100里。这货物延误运不过去，可是要砸手里的。哎，姑娘，说到这儿，你可别着急，这大道不通呢，这不还有小道能走吗？今儿啊，姑娘，幸好你遇到的是我们二位军爷，一般人呐，他要想打听着进山的门道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啊。哦，这山上啊，原本就有几条猎户打猎的小路，大队人马肯定是走不通。不过容下你们一队生队的话，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那太好了，那你帮我看看，这是要从哪一条路走啊？这条路肯定是走不通的。哦，不过这条路呢？多谢二位军爷给小女子解忧。哎，姑娘，别着急走啊。对呀，还不知道姑娘年方几何？好汉饶命！我不知道他已经被华有主了，误会一场。我，等等我。
往上，乌金矿的位置虽毗邻燕北，但距燕北不到200里的距离里，隔着一道西岷山脉和黑水河谷，地势险峻。除非以小股人马绕到西盟境内，才有可能不动声色的抢占下矿口。绕到西盟境内。我今日从去西岷山开矿的西盟军口里打探出来，这矿洞附近虽然是漫无边际的野山林，但附近的猎户总要上山打猎，摸出了几条进山出山的眼镜。只要我们的人马分成小队，依次从西盟境内潜入这几条小路里，就能进入黑河山腹地。黑河山腹地，不仅燕北军难进入，西盟兵也难进入。只要我们动作够快，就能趁他们措手不及之时，抢到乌金矿。传姑命令，要阿金带着2000黑鹰军，绕道进入西盟境内。这么快？凭姑对阿楚的了解，他一定不会相信姑此次的来意。我们拖得越久，他和诸葛月就越会有所防备。是。阿楚，你不要怪姑，你亲口说过，燕北也曾是你的故乡，燕北的百姓也是你的百姓。阿楚，这些马可是燕北的宝贝。别看他们其貌不扬，但性子刚烈，不知西盟的御马师能不能驯服。如果王后需要，姑可以再差遣几个燕北的马夫一起送给王后。西盟的御马师都是猎户出身，连山中的猛兽都不在话下，更何况几匹娇小玲珑、性子刚烈的燕北野马。那可未必。这匹娇小玲珑的火雷白马性子刚烈，即使在燕北也没人能驯服。王后可要当心，别让他伤了你才是。我倒要试试，是什么难以驾驭的野马。你骗我！这匹白马是我专门为你挑的，性格温顺，最是亲人。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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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了，楚大人跟燕巡去了马场，已经去了大半日了。就算骑马也能绕着西盟城走3圈了，你还不赶紧去？西盟和燕北结好，是国事。幸儿是王后，自然要这么做。佩服，淡定。这是西盟唯一春暖花开的地方。阿楚，我一直做梦，梦到7年前我父王还活着的时候，一切都没有发生。我跟你从真皇城回到燕北，一起在回回山上骑火雷马，泡温泉。我还带你见我的母后，我跟她说，阿楚就是我给你娶回来的世子妃，就像我在青山院跟你许诺的那样。燕北和西盟结好一事，李官已在拟写国书，不日便可落定。你们很快就能回到燕北。你这是在下逐客令吗？燕巡，我们都要向前看。
你是我的过去，更是我的未来。我想谢谢你，谢谢你在地狱里陪了我这么多年，谢谢你在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候没有遗弃我，谢谢你一直站在我的身边。若不是你，我也许什么都不是，早已死在7年前的血液里了。这些话，我以后不会再说了，我会用一生来弥补。有些话我们不必说，应该互相了解。阿楚，你是我烟熏的，只是我一个人的，我会护着你，带你离开。我7年前牵起你的手，就再也没打算放开。阿楚，相信我吧。阿楚，烟雪，此刻燕北的大地满目疮痍，燕北的百姓食不果腹，他们比我更需要你。你不应该在我身上浪费时间。听闻西盟新政，深得人心，不枉我不远千里，亲自跑一趟。阿楚，你信我，我一定做个好君王。也许我信你。我出去办点事。看吧，还是忍不住，说一串钱。玉，你怎么来了？写好的国书，明日便会送到燕王住处，燕王可早定归期。撤！公子，公子，按您的吩咐，我去调查了无面神会。这个组织是最近才出现在西盟的，据说首领是一名圣女，但没人见过她的真面目。除西盟外，别的地方还有信徒吗？每个国家都有一些。那大庸呢？大庸最多，也最早。西盟已经实行新政4个月，大庸应该已经掌握这些信息了吧？公子的意思是，此事同大庸有关？11，派人去便堂，交给何萧。是。什么情况？皇上，楚大人，此地本是废弃的义庄，最近城内兴起无面神教，这些教徒便将此地当做了聚集的场所。但不知怎么着，突然之间爆炸了，炸死了17个人，现在只剩一个女教徒还活着，已经被我们关押在后宅了。我去见见这个教徒。我去看看周围的百姓，你自己要小心一点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你能告诉我，爆炸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吗？那是无面神降临的天罚。天罚？死掉的人根本不是无面神真正的信徒，被无面神选中的人根本死不了。什么意思？这是无面神在筛选真正的信徒。哦，筛选信徒。我就是那个幸运的，被神选中的人。那你能带我去见见你那位神吗？你们这些愚蠢的人，根本见不到无面神。无面神只有在他愿意的时候，才会现世。快放我出去！我要去见我的神！我刚去问了四周百姓的情况，他们说，是因为有人告诉他们，今日圣女要在这里现身朝拜无面神，所以城内想要朝拜圣女和朝拜无面神的百姓都到了这里，但谁也没有想到，居然会发生爆炸。你呢？问出来什么了吗？他说，他是无面神选中的人，无面神会来见他。你们都退下吧。明路，今晚你守在这里，看好他，确保他的安全，但不要被他发现。是。怎么样？有消息了吗？我跟了他一晚上，他昨天回家后就一直闭门不出，直到今日4时，在家梳洗更衣后便出了门，手上还带了那条黄色绢帕，往南市去了。黄绢帕？对，就是我们此前追随圣女的百姓手上见过的那种黄色绢帕。我恐怕这是他们接头的暗号，就让萧然跟着他，赶紧回来报信。叫蒙恩带几个人，我们去看看。好。这些消息都是西蒙和燕北毗邻的关口搜集来的，应该不会出错。燕巡和燕北使团一直都在西蒙城内吗？是，他们从进入西蒙城后就一直在城西的驿站，未曾出去过。王上，西蒙王他……看样子你是猜到我回来了。你来的正好，快来尝尝这参鸡汤。这是我特意从燕北带来的红参鸡。凉了就不好吃了。